美国空军副参谋长称，中美空中的优势将逆转，时间节点是2035年。那么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今天就来解读一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据台媒报道，美国空军将领以智库近期连续对解放军空军迅速崛起发出了严重警告，指出大陆空军对美国来说已经不是未来的问题，而是眼前的现实问题了。它可能在2035年之前就打破美国的空中优势。美国空军副参谋长克林特·希诺特说得很直接，就解放军追赶美军而言，美国已经亮起了红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过去进行兵棋推演时都设定为未来的5年、10年、15年遇到的麻烦。现在这已经不是未来的问题，而是眼前的问题。美国空军空战司令部的司令凯利也指出，过去的20年里，美国空军没有居安思危，而中国则一心专注于在一场高端战争中打败美国。负责美国空军组织训练和装备事务的凯利中将说，如果中国抢先研发出第6代战斗机，对美国的空中优势来说将不会有好的结局。他强调，美国维持空中优势应该得到类似曼哈顿计划级别的关注、资金和重视。显然，他的这个谈话可能更多的是为了提醒国会要向美国空军投入更多的资金，才能够让他们维持现在的所谓优势。美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布朗上个月在国家记者俱乐部的一次公开讲话中提醒说，中国武装力量企图将在2035年实现全面现代化，2050年达到世界一流水准。他认为中国有可能在2035年之前打破美国的空中优势。那么显然，他这个观点和美国空军副参谋长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彼得·莱顿分析称，美国空军研究出的这个结论十分清楚，那就是美国在远距离作战中将会失去优势。美国的亚太对手，当然这个亚太对手指的可能是中国或者是俄罗斯，可以首先发起对关岛等地的空军基地的攻击，令美军的战机甚至可能无法参战。美国空军的装备现代化计划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依托新的武器装备，例如 B-21 隐身战略轰炸机和下一代的空优战斗机 NGAD。 但这些计划在2030年之前不大可能产生真正的影响。而现在美国的目标仅能保持空中优势。从术语使用的角度，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空军的思考方式已经从自己的飞机不可能被打下来这样一个前提条件，演变成了希望将损失限制在可接受的水平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美国空军是否能够通过开发新的军用作战飞机就能达成它的目的呢？这个现在还真不好说。而他们预测的中国可能比美国更早的开发出第6代战斗机，这样的一个推测，我觉得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不管怎么讲，现在在战斗机的战术技术水平方面，双方基本上已经拉平了。无论是歼20还是正在研发的 FJ31和美国的 F-22、F-35，完全可以抗衡。双方现在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上。那么下一代战斗机的竞争，或者是中国和美国所开发出的下一代的第6代战斗机，他们的水平如何？谁会早一点推出新型战斗机呢？可能美国会先搞出来，也可能中国会先搞出来，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预言也进行了很多年。美国光讨论第6代战斗机已经讨论了10几年了。现在虽然透露出了一些消息，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真实的东西出来，而且它出来之后是否就能够适合未来作战的需要，现在也不得而知。从中可以看出来，美国这些年在航空装备这个领域的发展确实是存在着滞后的问题，因为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莫衷一是，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那么势必会影响到它下一代军用飞机的发展。这里面包括 B-21和第6代战斗机。
美国空军将领的这些担忧和言论是否会成为现实？我想，随着中国航空工业以及其他产业部门的快速推进，这种前景并非不存在。因为从历届珠海航展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过去呢，我们和美国的先进水平相比，望尘莫及。后来呢，缩短到可以望其项背，而我们新一代战斗机的诞生和列装，已经把双方的差距进一步的缩短，完全可以同台竞技了。现在起跑线就在我们的脚下，就看谁能够抢先一步开发出新型的武器装备系统，从而呢，在未来的信息化战场和现代化战场上占据抢先的优势。这一天，我想不会太久了，因为再过10年，新一代的战机就有可能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